夏天一到呢，确实这个天气非常热，只要我一发视频呢，兄弟姐妹都说太热了，没有胃口，怎么办呢？阿伟，今天呢，我就教大家做一个万能蒜蓉酱，把这个蒜蓉酱怎么制作，到后期怎么用，给你教的明明白白的。接下来把这个蒜呢，稍微给它拍破一下。今天这个呢，今天这个呢用的是独蒜哈，今天打5折，我就买的是这个独蒜。你在家呢，你可以买蒜瓣的独蒜都可以。我们在剁蒜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用机器去搅它，机器的话，它会把它搅得非常的融，没有这种颗粒感。所以我们尽量还是用这个刀剁的方法，因为那个蒜你打得太重，你下油锅油温一高，它就直接糊了。我们在剁蒜的时候就尽量避免不要剁得粗细不均匀，这样你下锅的话，你的蒜很容易就是那种粗的那种呢还没炸黄，细的那种呢都已经糊掉了。剁到这种程度就好了，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啊，太细的话下去很容易融了，因为它是经受不住油温的。好，这个蒜剁好之后呢，我们拿其中的1/3出来。什么叫金银蒜呢？就是有一部分是那种炸的，有一部分是那种生的蒜。炸好的蒜我们叫金蒜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，但是你最多不要超过1比1哈。我今天用的是1比2，你不要超过1比1。如果1比1的话，有时候你拿来烤一些蒜蓉啊，烤一些生蚝啊，它很容易就是你炸过的蒜很容易就糊掉了，而且它会发苦。拿来清洗，把多余的这个糖分和这个盐也给它洗掉。好，洗过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一下。这个呢，你可以用毛巾或者说用这个厨房纸巾去水分吸干也行，像我这样挤也可以。如果你有大力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去挤它，可以结为一张纸。接下来就教大家炸一下这个金蒜。可以加大豆油啊、花生油啊、菜籽油都可以啊，但是要尽量去倒这种干净油，因为待会儿我们炸起来这个蒜油啊，你单独把它沥起来，拿来炒菜啊、拌凉菜啊，这都非常不错的。好，基本上我们让这个油啊烧到个2成左右就开始下这个蒜蓉，因为蒜它是带水分的，你不要太高油温去下它。这时候我们开着这种小火，让它慢慢升温，3成油温让它慢慢去炸，你不要太高，太高的话一瞬间你就把那个蒜表面给炸糊了，然后里面还没有炸透。好，兄弟们姐妹们，现在你要打起精神啊！现在这个蒜进入关键时候啊，慢慢在浮起来之后呢，这个时候你要火开得很小，在锅里面看见的蒜炸到金黄色，你再捞出来就直接完蛋了。因为蒜的话它有余温，你要算好它的余温，你们一定要讲究预判哈，预判啊！现在这个蒜就可以了啊，看我给它捞出来，接着来放回到这个吸油纸里面，或者是那种厨房纸巾里面，我们给它快速的摊开。这个是关键的细节，要摊开它，快速的降温，要不然的话你捂住它，它会里面就容易糊，因为它的蒜的温度很高的。接着这个蒜油呢，我们给它倒出来，待会儿我们将这个蒜油拿来拌这个蒜蓉酱，因为呢温度比较高，所以说我拿个这个铁碗来装，如果你玻璃的话就很容易炸裂。这步来开始调一下这个蒜蓉酱啊，我们加个2勺的这种生蒜，接着再加点这种熟蒜，熟蒜呢占个1/3。生蒜呢2/3，好，我给少许的盐、白糖，我们加点蚝油，蚝油它是提鲜的，生抽也是一样，它是提鲜的。如果你觉得香味不够呢，可以再加点什么鸡粉啊、鸡精啊，只要你家里面有，可以调试一点点。白胡椒粉我们要给一丢丢，我这里呢是没有鸡精，加上我也不吃，所以说我就没有加。就这个酱很简单啊，它主要吃这个蒜香味。之前提前炸好的这个蒜油，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，可以加到这里面。如果你想吃的辣一点的人，可以加点那种剁碎的这个小米椒在里面。剩下的这个蒜油呢，不要倒掉，这个炒蔬菜非常的香。还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如平时我们做的一些蒜蓉虾，然后蒜蓉排骨，甚至是蒜蓉味的西兰花、青菜都可以。今天我用这个油来炒个青菜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在锅里放少许的盐，给少许的蒜油，把这个菜心呢给它焯一下水。焯的时候，这个菜心就不要焯得太软，要保持它的脆度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去炒它。别把它炒得死塌塌的，就不太好。好，我们给它倒出来。这时候呢，不要洗锅哈，我们直接用个纸巾把锅擦干净就好了。锅烧热之后呢，下入这个炼好的蒜油，再加上我们拍好的蒜，下入焯好的菜心，调味给少许的盐和这个白糖。好，出锅以前呢，我们再给点少许的薄芡哈，就是这个水淀粉。最后我们再利用点少许的蒜油。可以增加它一个亮泽度哈，明油就相当于是这种感觉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蔬菜稍微给它整理一下，把这个头呢给它摆到一起，这样的话会稍微好看一些。你炒出来的蔬菜
还有这个金蒜啊，我教大家怎么保存。瓶子里面呢放个纸巾，倒进去，它可以吸油的。金蒜系列的菜就可以用起来，包括你炒什么避风塘虾、避风塘蟹啊，甚至是避风塘排骨都可以。现在我就做一个避风塘炒排骨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排骨呢，尽量选用这个金排，就是去头去尾的哈。宰成段呢，大概就是2.5到2厘米宽，这么长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用点面粉，就是的目的是把这个血水给它染出来。好，我们吸附之后呢，我们用水给它清洗掉。你多给它洗几次，它就自动把那个血水给它吸附出来了。多余的这个肉有点发白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这步呢，我们拿起来之后呢，用这个厨房纸巾，再把多余的水分再一次给它吸干。我们吸干的目的啊，是待会儿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。我们就腌制的时候它不容易脱浆。好，这步呢，我们腌一下这个排骨，我们在玻璃碗中稍微给点这种盐、白糖和这个胡椒粉，给点这个花雕、生抽、来丢。因为这步呢，这些调料里面有非常多的水分，这步如果你的排骨之前没把水吸干的话，像这些调料水它是吸不进去的。这个呢是我刚刚剁好的蒜，这个我们加点水在里面，让它泡一下，产生一种蒜水。这时候我们再加点蒜水。好，用手直接给它搅拌均匀，像我们盐啊、糖啊这些让它融化。这时候我们下入排骨，这样去揉它，让这个排骨把这些水分全部吸收进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加入这个大蒜粉在里面，这可以增加这个菜它有蒜香味道，市场上都有卖的。没有的可以不用加这个，你可以多加一点这种蒜水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排骨呢揉到这种出胶的状态，你感觉它身上非常有这种粘性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加入生粉。这个时候我们加2勺的生粉。好，最后我们再加点这个蒜油，均匀给它淋面一下，封面一下。蒜油呢不要加的太多，轻轻给它搂一下就好了。这个排骨就腌制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倒点油，开始炸排骨。好，这个油温呢，我们烧到这个4成热就开始下这个排骨啊，慢慢去炸它。尽量我们下排骨的时候从这个边缘下，不要丢到中间，给它炸酥。我们把油温烧起来，再复炸一次。排骨呢不要炸得太久，太久的话它水分就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烧到7成油温，快速的给它复炸一次啊，马上接着倒出来。好，刚刚我们炸了排骨的油啊，让它降下油温，我们降到2成多一点，接着开始炸这个面包糠。好，这个面包糠一定要炸一下，因为待会儿面包糠是直接在锅里炒的，所以说要炸过。这个其实你看它有点像金蒜一样啊，它和这个金蒜的颜色基本就一致的。我们摊一下，让它吸一下油。如果你家里面不想用油炸的方式呢，可以用烤箱烤，它味道可能软一些。老式的做法呢，这里面还要加什么味精啊、味粉啊。我今天家庭做法就不加这个味精了。好，这个锅烧热之后呢，我们还是加入这个蒜油，看平时我们直接炼好的蒜油、干辣椒节来几颗，青红花椒粒、豆豉来几颗。现在我们加入这个面包糠，在传的时候呢，我们接着就加入这个椒盐哈，把这个面包糠的味道给它调上，边传边去搅它，边给它搅拌均匀，盐味给它和均匀。接着把这排骨放进来，火这时候可以开大一点了哈，可以翻炒它。现在这个金蒜呢就可以加在这里面了。出锅以前呢，我们再撒点这个青红椒粒。好，这个菜就做好了。放点这种炸好的金蒜，给它点缀一下，起个点缀作用，不要太多。好了，兄弟们、姐妹们。搞了半天，现在主角开始上场了。这个蒜蓉酱，平时我们用来干什么呢？就是蒸一下这个扇贝啊，或者烤生蚝用。现在教大家蒸一个扇贝，我们用着刀切到这个肉的根部，一割它，看一整颗。接下来我们将这个扇贝腌一下，这个什么也不要放，就提前我们调好这个蒜蓉酱，直接给它放在里面。因为其实这个蒜蓉酱里面已经有盐味了哈，所以说你不要太去加其他的东西了。粉丝还是相同的方法，我们给点蒜，简单给它拌一下。最后将它组合在一起，接着我们把粉丝放在中间，接着放上一口这个扇贝的肉、蒜蓉，这块就结束了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直接放到蒸锅中，因为这个扇贝呢稍微有点大，所以我们多蒸个2分钟，蒸个15分钟，大火啊蒸个1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啊，时间到。我们给它浇点豉油，接下来我们再撒点葱花和这个甜椒粒，我们再浇个油就结束了这个菜。
兄弟们，来给你表演一下，一口一个扇贝炫在嘴里。我们兄弟们、姐妹们，你们吃饱没有啊？没有吃饱是不是？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蒜蓉烤生蚝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调的蒜蓉酱直接放在这个生蚝上面。好，我们180度烤个13分钟。好，开始装盘。好，这个老规矩啊，我是尝一下这个生蚝，不然的话你们这儿不知道什么味道。来，我先喂你们一个，肥不肥？肥不肥？这么大一口，这个还是两嘴吃嘛，一嘴好像吃不完一样。好，第一口。哇！首先入口之后呢，你就感觉到这个生蚝它是非常肥美的，因为我买的时候就买的比较大。第二口吃下去之后，它里面它是爆浆的，再加上这个金银蒜的这种蒜香味非常的浓郁。就是今天的这个蒜蓉酱的做法呢，从蒜蓉酱怎么制作，以及它适合做什么菜、怎么保管都教给大家了。希望你在家呢都能够有空都能够做一下、试一下，真的它确实是很美味的，能带给你很多方便，也可以做很多的菜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第二的吗？偶像。